定国公府。你这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学年轻人气盛啊？这是和谁打架了？贱妇！快给他瞧瞧！国公爷身上都是皮外伤，不碍事的，就是胳膊断了。老夫已经给国公爷接好，这伤筋动骨100天，100天之内，国公爷这胳膊不得再受重击，否则怕是不保。他昏迷不醒，是什么缘故啊？国公爷心头怒火中烧，血气刚燥，急怒攻心，才会昏迷。待老夫开了药，1碗药吃下，该就会醒来，不碍事。今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就要问问他做了什么。我已经给了他们封口费，怎么？难道老爷身上的伤是苏青打的？他们都已经对康儿下手了，怎么还打你呀？太过分了！封口费对康儿下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康儿与宋浙的事，老夫人就告诉了定国公。你是说康儿当着公主的面和宋浙，康儿和公主的婚事，我马上就要得到陛下的允许了？现在好了，彻底断送在你手上了，你满意了？就没有别的法子了？皇上不要面子的吗？皇室颜面大于天，你让皇上怎么接受一个和男人睡觉的驸马？怎么就没有办法了？办法都是想出来的，老爷冲我发火有用吗？你这身上的伤到底怎么弄的？怎么还有牙印儿啊？让云霞公主咬的。啊！你可是他未来的公公，他怎么咬的你？在哪儿啊？今儿在御书房和陛下商议康儿和公主的婚事，按照当时的节奏，陛下今天该就能答应这婚事。结果正说话，云霞公主醉醺醺的进来了，进门一看见我，直接就动手了。若是在别处，我也就推开她了。可那是在御书房，当着陛下的面，我怎么敢还手啊？在御书房当着皇上的面，云霞公主揍了你一顿。御书房，皇上就不拦着他，任由他放肆？还是公主呢？怎么一点规矩没有？日后嫁到府里来，如何得了？不行，我必须得给他立规矩。你脑子是不是让屎糊住了？眼下婚事能不能成都是个问号，你还想着立规矩？你要给谁立规矩？给公主还是给皇上？你出去吧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闹了一上午，你也累了，我劝劝他，你去歇会儿吧。他一走，你和他发什么火呀？惹急了，他又向草原那边告状，你顶得住吗？母亲，你看他的样子，都现在了，不想着反省，居然想着要给公主立规矩。公主的规矩岂是他能立的？莫说现在婚事被他搅黄了，就算是顺利，公主进府也是半点委屈给不得的。她一辈子骄纵惯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我看着她。母亲看好她，大局为重，我们不与苏青为敌，更不与陛下为敌啊。你放心，我知道分寸，否则昨日宋熙那些赔偿，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就答应。你安心养伤吧，只要公主不出阁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陛下今儿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拦下公主，我猜陛下就是故意要给公主一个发泄的机会。我们几次三番逼皇后娘娘，陛下虽然明着不说什么，这心里也恼了。如今太后身子不好，总不露面了。若是从前求娶云霞，我进宫求求他老人家也就是了，也不必费这么多周折。且等等看吧，公主离了咱们府，就喝个酩酊大醉，皇上必定心疼极了。此时不是好机会，等过了尖子兵大赛再说。你好好养着，莫再动气了，养好身子才能做事儿。密室里一把火烧成灰，黑黢黢的。定国公退出密室，立在机关旁看那手印儿。这手印儿怎么瞧着这么怪？作案的人许是个6指。6指的指头，那也是人的指头啊，除了多一根之外没有什么区别，怎么能落下这种看上去像树棍子一样的指印？大人，要报官吗？你先去密室里的灰烬里翻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没烧干净的，凡是带字的都先捡出来，然后去请京兆尹。幸亏他那些绝不能丢失的都藏在祠堂了，要不然额头的冷汗洗满一层。定国公抹了抹，
汗水触及伤口，疼得他心头一阵窝火。随从在密室里一阵细细的翻查，须臾过后，大人，只有灰，你去请京兆尹吧。随从领命，转身就走。他的书房素日有暗卫守着，连拍3声，3声落下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定国公顿时满目震愕，放眼四下，3声击掌是他给暗卫定下的讯号。他拍掌落下，暗卫现身，今儿怎么不出来了？人呢？睡着了。定国公又3声拍掌，天知道他一只胳膊断了，做出这种高难度动作有多吃力。然而拍巴掌声落下，院子里还是悄无声息。不远处一个洒扫的小厮一脸惊恐地从门边探头望过来，空荡荡的院子，定国公举着一条断了的胳膊，咬牙切齿地鼓掌：给我出来！空荡荡的院子没一个人，院子里没人呢，老爷叫谁呢？僵着脖子朝左边看看，没人；右边看看，也没人。难道是叫我呢？大人，怎么了？您叫奴才过来的。滚！您叫小的来，就是让小的滚，这不合逻辑啊！小厮心下飞快地思量着，大人不是这么无聊的人，这个滚也一定不是个普通的滚。默默放下手里的扫把，然后躺到地上，又将扫把抱紧。定国公眼角一抽，转而小厮就抱着扫把，一脸坚毅，从定国公的脚下朝院子大门滚了出去。他滚了出去，定国公差点没惊得原地裂了。小厮一路滚到大门口，一动不动了。他府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个二货？起来！小厮继续纹丝不动，眼底忽然闪过一丝阴戾，抬脚快步走过去，一脚朝那小厮的后背踢过去。小厮翻了个身，继续躺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均匀呼吸。不过多久，随从引着京兆尹来了，一眼看到地上躺着的人，京兆尹的眉心动了动。不是书房失窃吗？怎么还有人命？这个和府上书房失窃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死多久了？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不是死了，只是昏迷了。怎么昏迷的，国公爷可知道？扫地的时候忽然就昏倒了。不可能，如果是扫地的时候忽然晕倒，他不会以现在这样的姿势抱着这个扫把的。国公爷隐瞒事实对案件的调查没有好处。不隐瞒事实，难道告诉他这个二货是自己滚过来的？国公爷放心，下官办案，案件过程除非是受害方要求，否则都是绝密。应该是地面上有迷药之类的东西，他扫地的时候呼吸到了，所以才……国公爷，案件还原是下官的事，您还是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一下的好，这样有助于我们尽快破案。国公爷放心，这里只有咱们几个，但说无妨。为了尽快查清案子，劳烦了，免得下官还要走不必要的弯路。挣扎了好一会儿，用极低的声音飞快将方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一脸的尴尬。没想到国公爷的兴趣爱好如此广泛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查案吧。非常淡定，该问的都问清楚了，没有尸体。国公爷所言不错，的确是院子里有迷药，那小厮是呼吸到了灰尘里的药才晕过去的。至于国公爷3声拍掌而没有现身的暗卫，应该也是受了药物的作用。哼，能根据这个判断出是何人所为吗？目前下官只知道这迷药是市面上罕见的，至少下官没有见过。至于是何人所为，不敢确定。不过回帮的可能性最大，毕竟他们擅长使毒。回帮？本官向来与江湖人士没有任何来往，更谈不上恩怨。下官也只是猜测，大人听听即可。我们去书房看看吧。定国公的眉心却微微蹙起，他与徽帮并无来往，可大皇子与徽帮却来往颇密。有点不对。怎么了？迷药只是在院子里有，屋子里一点都没有。至于密室，除了灰烬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可能把密室的文件烧成这般，就连密室的书架都被烧成了灰，密室的墙壁却没有一点被烧的痕迹，这很奇怪啊。更奇怪的是，纸张燃烧要冒出烟来，密室之中那么多纸张，还有木质的书架，
全部被燃烧成灰了。我们进入密室的时候，却一点烟火味都闻不到。密室可是封闭的，国公爷第一次来密室的时候，可是闻到了。定国公回想了一下方才进密室的场景，摇头，转而看向随从。你发现不对的时候，里面有烟吗？烧了那么大的火，却没有烟。怎么会这样？要么就是有人将密室里的东西全部搬走，然后将灰烬搬进来，要么就是在烧的时候，四面墙壁被做了保护，那些烟被吸走了。他的暗卫都知道他与大皇子来往，所以如果大皇子来了，他要这么做，那些暗卫肯定不敢拦着。越想，定国公越觉得极有可能是大皇子。大人，外面有发现。大人，这是在书房桌案脚下发现的。一眼看到那根鸡毛，定国公的头皮竖的一麻。上次抱了那只蠢鸡来这里，不是已经里里外外打扫了3遍吗？怎么还有鸡毛？鸡毛？大人的书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那日护国神鸡来书房坐了坐，京兆尹差点跪了。哈，就是小女犯浑偷了宋熙镯子那日，福星抱着护国神鸡来府上。你们府上的人是都有病吗？好好的小厮放着腿不用，偏要用滚的。国公爷请护国神鸡来，想必相谈甚欢。这案子大人如何看呢？这密室里的现象太过离奇了。不瞒国公爷啊，我断案也有数年了，可像这种密室焚烧却不留烟的，还是第一次见。要不是不信鬼神啊，我都要怀疑这是鬼怪作祟了。密室这里暂时没什么可用的线索了，能用的还是院子里的那些药粉。国公爷的暗卫就在书房四下暗中守着，他们应该算作是此案唯一的目击证人，还有劳国公爷叫他们出来一问。你也知道那些暗卫大约是被迷晕了，此时还不省人事，叫不出来。叫不出来？难道国公爷不知道他们平时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大人，破案的关键就在于时间，在案发之后，越早的了解当时的情况，对案件侦破就越有帮助。当真是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。唉，算了，我再去院子里看看那些药粉还在哪里有吧。至于暗卫，只能等他们自然醒来了，就是不知道这药效得多久才能散了。一会儿京兆尹出了院子，你立刻将那些暗卫弄醒，问问什么情况。这里是府中祠堂。祠堂？又看了看祠堂的大门，打扰府上列祖列宗的休息是不太妥当。可现在这药粉从书房直接通到这里来，可见蹊跷，还是劳烦国公爷将门打开吧。钥匙在管家处，还要请大人稍后。暗卫已经醒了，大人要提审吗？这么快就醒了？既是醒了，那就赶紧问话吧。把人带到这里来，国公爷可是觉得方便。方便，从左到右依次回禀。有人回禀是凉亭里第一个暗卫立在那儿，是九王妃跟前养的那只鸡。当时书房没有人，那只鸡就突然出现了，我们就上前去抓它，结果没有抓住它，我们就昏迷倒地了。护国神鸡？正是。他是自己来的，还是谁带他来的？他自己来的，并无人陪同。来找你的？你们抓他的时候忽然就晕倒了，没有人出现吗？没有人出现，只有那只鸡。好，行了，让下一个来。大人，毕竟案件发生在您的府上，现在又和九王妃有关，而就在今天，您和九王妃才结拜的云霞公主就发生了摩擦。下官觉得问话的时候您还是要避嫌啊。莫非大人觉得我会？不过是审案的规矩罢了。方才是我着急了。暗卫站在那儿。大人，这是你第几次抓那只鸡？第二次。这次又是为什么要抓他？他擅自闯国公爷的书房。你们国公爷不是平时还要请他来坐坐吗？难道哪天本官来找你们国公爷，你们也看见本官就上来抓？不会。你们不会抓本官，那为何要抓护国神鸡啊？他的官职可是要比本官高，他比本官更有资格和定国公对话。他只是一只鸡。你也知道他只是一只鸡，一只鸡而已。你们4个武功高强的暗卫为什么要对他下手？我见书房院子里也有活蹦乱跳的麻雀，可见那院子并非动物不可进入。麻雀能把书房给点了？也不是抓，只是当时国公也不在，我们怕他白跑一趟，就想的捉住了，把他送回去，免得迷路。是这样啊。好，本官知道了。下一个。不同于上一个的沉默，这次神医进来还未站稳，
第一次抓那只鸡是什么时候？说。三小姐偷镯子那日。为何要抓她？当时觉得它太神奇了，想要抱着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神物，就抓了。抓了然后呢？没抓住啊。你一个武功高强的暗卫，抓不住一只鸡？不是我一个武功高强的暗卫抓不住一只鸡，是我们4个武功高强的暗卫，并几个武功不那么高强的小厮合伙抓不住一只鸡。你要听真相吗？真的没有抓住，它毕竟不是一只普通的鸡。那第二次抓它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今天。胡说，他们2个都说今天是第3次了。定国公，不是说了问话不能带引导性吗？别人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就抓了2次，今天是第2次。今天为什么抓？因为他擅自来大人书房。来书房就要抓？他破坏力很大。破坏什么了？上次我抓他的时候，他逃窜间差点烧毁大人书房的宗卷，我怕他。你白天抓的他，晚上抓的他。上次白天。你家大人在书房吗？不在。既然是不在，大白天的书房为什么点灯啊？为什么？回答我，为什么点灯？没有点灯。没有点灯。没有点灯，他是如何差点烧毁东西的？他自己点火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可以了，下一个。眨眼，最后一名暗卫来了。说说吧，什么情况？今儿上午，九王妃带着公主和宋熙来府上做客，期间不知怎么，福星养的那只鸡就来了国公爷的书房。当时国公爷不在，这只鸡进来就直扑书房。我们想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鸡，就去抓它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抓它的时候，它扑扇着翅膀逃窜，结果没有抓住它，我们就莫名其妙的晕倒了。晕倒在书房的院子里了？当时是晕倒在院子里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我们醒来，我们就在书房后面的水榭中。水榭？书房后面有一道小门，小门一出去就是一个小的水榭，不过1盏茶的路程。一只鸡而已，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要进书房就要抓他？毕竟是大人的书房，那只鸡又实在的不同寻常，我们不得不提防点儿。提防？难道书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国公爷息怒，例行问话而已。哼，书房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职责是守好书房。国公爷不在的时候，任何活着的东西不得擅自闯入。所以上次你们又是为什么要抓那只鸡？也不是抓，它是神鸡，大家都想见识见识它的本事，玩玩而已。当时护国神鸡进院子的时候，可有人同他一起啊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那只鸡自己来了？是。今日这些口供啊，我现场听了是一回事，不过还需要他们去府衙签字画押一下，大人没意见吧？可他们的口供有些实在。人各有异嘛，大家看问题想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。同样一件事啊，4个人同时经历，可不同的人看到的重点却也不同，很正常。正常？你就看不出他们是在瞎编乱造？好，何时去？密室被火烧成灰的事，他们因着昏迷一概不知。对于案件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。若是现在国公爷没有别的安排，现在就去，可以吗？定国公点头。你去安排一下，带着人过去。他一走，没想到国公爷素日这么爱护眼睛，难怪视力很好啊。屋里其他摆设都是横七竖八的散乱着，现场的情况很明显，定国公府的祠堂被人砸了。府上小姐只是昏迷过去了，衣衫整齐，并无受伤，甚至连法器都是整整齐齐的。她应该未与作案人纠缠，作案人也没有接触过府上的小姐，她只是单纯的晕倒而已。去老夫人屋里，请2个嬷嬷过来接小姐。暂且莫要告诉夫人，由老夫人定夺，为小姐请大夫。小厮得令离开。大人，可有什么发现？祠堂虽然乱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。按照现场牌位衰劣的程度来看，应该就是凶手在小姐昏迷后动手砸了祠堂而已。砸祠堂？哎呀，而且啊，砸得很用力。谁这般丧心病狂？家父与他何怨何仇？竟是要让家父在天之灵如此不宁？不光是老定国公，府上所有的牌位都是受过重击的。你看这个也是，从头裂到尾，裂痕很深啊。什么人这么变态？香灰上落着一个脚印儿，准确的说是一个鸡爪子印儿。难道又是神鸡？而现在书房密室被诡异的烧了，祠堂也被毁了，所有的现场
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只鸡。难道他断案的时候要宣判那只鸡有罪吗？文书怎么写？一只鸡迷晕了定国公府的暗卫，烧毁了定国公的密室，又穿过弯弯绕绕的定国公府，直奔定国公祠堂，凭借一鸡之力捣毁了定国公的祠堂。京兆尹有些怀疑人生，定国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鸡爪子印儿，倏地脸就黑下来，紧接着脑中电光火石一闪，他书房密室机关旁一层薄灰上落了一个树棍子似的印儿，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印儿，现在看来可不就是鸡爪子的一根鸡指头。在密室那边，密室机关旁的印儿应该也是这鸡爪的印子。按照现场证据，大人应该能找到凶手了吧？人证物证俱全。那只鸡啊，是陛下御封的，为同一品护国将军的护国神鸡，就算要抓，也要刑部备案，陛下允许。那就去备案，我现在就进宫面圣。国公爷稍等。稍等什么？眼下一切还不够明显吗？莫非大人偏帮九王妃？本官断案一向是帮理帮事实不帮人的，不过既然府上三小姐是祠堂的见证人，为了案件的清晰起见，大人就算是要进宫面圣，也要等三小姐醒了问清楚才好吧，不茶壶这一时半刻。好，问清楚进宫也好，去看看小姐醒了没有，若是醒了可以问话，让她到花厅候着。小厮得令而去，还砸得这么狠。如果是个人这么做的也就算了，可事实上那只是一只鸡呀，他到底是怎么做的？京兆尹的心头充满了好奇。小厮很快复命，三小姐已经醒了，半炷香之后可以到花厅。大人且先去花厅坐坐，这里我收拾一下牌位。府上的事儿麻烦大人了。都是下官分内之事，倒是老夫人受惊了。把你知道的和大人细细的说了。是。好，小姐不必紧张，只管说就是了。我因着偷了宋熙的镯子，自知有错，便主动跪在祠堂忏悔。继而上午，我正反省自己的罪过时，忽地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就起身去瞧。祠堂院子里进来一只鸡，我当时觉得奇怪，府里从来不养活鸡，哪儿来的鸡？当时想着莫要让它冲撞了祖宗牌位，便开门去轰它走。哪想到我刚开门，它就忽然扇着翅膀朝我扑过来，我吓得不行，就闪到一旁，那只鸡就直接进了祠堂。踏进去之后，我唯恐它乱动祖宗牌位，就拿了祠堂里掸灰的鸡毛掸子，想要赶走它。结果不等我赶它，我就晕倒了。再醒来，我就在祖母那里了。郑若曦说的从容，心头却是万马奔腾。吃吧，可以吃的，我自己也吃。你看，没毒，真的可以吃，吃点吧。眼见着丫丫吃了自己的腿，自己的鸡腿，郑若曦欢喜地蹲在地上，摸摸她的头。你真乖，你能不能给你家王妃带个话？我不是故意和公主还有宋熙为难的，我就是不想嫁到大草原，我也是被我娘逼急了才出此下策的。没想到他语落，正吃鸡腿的丫丫忽然抬头看他，然后一点头，当时惊得郑若曦直接跌在地上了。你听懂了？吃完鸡腿，丫丫抬脚进了祠堂。你做什么？你是要让我出去吗？丫丫松了口点头。郑若曦，她居然跟一只鸡交流。你为什么要让我出去？嘴里发出2声鸡叫。可惜郑若曦不是福星，理解不了这鸡叫。你是要在这里做点什么，是吗？丫丫点头。耶，猜对了，继续努力。那天我爹抓你，你是不是要报仇？丫丫鸡脖子一僵，点头。那你报仇吧，我看着就行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。丫丫再次叼住郑若曦的裙摆，拉着她朝外走。郑若曦看着丫丫，你是不是怕我在这里，你要是做点什么，我爹会怪罪我没拦住你？丫丫点头。你不用担心我爹会责怪我，反正就算我不在，
这里发生了事情，我爹一样会责怪我的。至于你担心的别的，哎呀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反正我连名声都不要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现在就盼着有个机会，能彻底毁了我自己的名声，然后我爹实在在我身上看不到希望，把我送了乡下庄子上去。我已经攒足了银子，到时候我就寻个机会跑了。山高水阔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反正只要离我爹远远的就行。丫丫僵着鸡脖子看着郑若曦，不等郑若曦说完，鸡翅膀一扇，然后郑若曦眼睛一翻，一头栽过去了。朦朦胧胧间，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在耳边杂响，声音巨大，但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大人可还有旁的要问的？若是没有，就让这孩子去歇着吧，他实在是吓坏了。小姐当时看到的那只鸡，就是福星养的那只鸡吗？我不认识，就是一只鸡。难道鸡长得不都一样？我见过的鸡基本都是躺在饭桌上的，活的今儿是第一次见，太激动了，当时有点被吓到了。除了那只蠢鸡，还能有谁？你这么大个人，连只鸡也拦不住，看看他把祠堂搞的，你也不怕祖宗怪罪？你朝他凶什么？他已经被吓坏了。垂头，眼底闪着明暗不变的光。那只鸡来，你就不知道喊人？为什么一声不响？我当时吓得厉害，忘了喊人。你脑子里都装了什么？忘了喊人？这都能忘了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京兆尹心头一惊，定国公与他女儿说话怎么这个态度？大人可还有要问的？若是没有，老身就带着他去休息了。有劳老夫人了，没有要问的了。拿孩子撒气，越发长本事了。我看呀，公主今儿揍你，真是活该。京兆尹祠堂被砸，定国公迁怒郑若曦，老夫人回护郑若曦，骂定国公被揍活该。老夫人带着郑若曦出了花厅，你带小姐去歇着吧，让大夫瞧瞧，开2副安神的汤喝。花厅，我此刻就要进宫面圣，大人是先回衙门，还是一同进宫啊？下官同大人一起进宫。骑至门口，大人可以进去，国公爷不可。为何本官不可？陛下有令，定国公闭门反省3日，3日之内不得出门，更不得入宫。国公爷，不如且先在轿子中稍候，下官先进宫禀明陛下，国公爷等陛下传召。京兆尹捏着他的鬼故事宗卷，一路直奔御书房。陛下，京兆尹求见。这个时候求见，难道抓到齐王了？快宣！福公公转头出去，京兆尹一脚跨进来。陛下，定国公府遭贼，书房密室被烧，祠堂被毁，这是案件的大概过程。皇上一蹙眉，书房密室被烧，这好好的，他书房里设着个密室做甚？陛下，您又跑题了啊！迎上这毫无准备的一问。此时定国公就在宫门外，陛下不如叫他来一问。就在宫外，朕不是让他闭门思过吗？真是越发的有恃无恐了。京兆尹心头琢磨着，低了低头，不敢接话，低头看手里的宗卷，越看眼角越抽，越看越是一脸震惊。第一次皇上全程一言不发看完了一份宗卷。你的意思是一只鸡袭击了定国公府，并且成功了？看完，皇上朝京兆尹发出了心头的震惊。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以及证词来看，的确就是护国神鸡袭击了定国公的书房和祠堂。此刻定国公就在宫门外，他要状告护国神鸡，只是因着这护国神鸡官阶一品，臣无法断案，案件需要转接刑部，并由陛下御批。圣旨上写着让刑部审问那只鸡去。陛下，九王妃好像还在皇后娘娘寝宫呢。九王妃是谁？丫丫是九王妃的鸡，加急犯案，主子难辞其咎，去把苏青给朕传来啊！另外把定国公也传进来。福公公领命，当即执行。苏青正在宋熙睡觉的偏殿歇着啃果子，等宋熙醒来带他出宫。王妃，陛下传您去御书房说话。他才从御书房出来没多久啊，怎么又去？您可知是什么事儿？定国公府的祠堂和书房被人袭击了，京兆尹查案之后，在现场找到一些证据，都
都指向福星养的那只鸡。苏青迈出的脚顿时一僵，侧脸满目匪夷所思地看向福公公。啊，定国公已经进宫了。御书房，苏青进去的时候，定国公还没来。你自己看看。看着看着，脸就黑了。这确定是作案过程，而不是鬼故事？他让福星放了丫丫去定国公府转转，现在你们告诉我，我家丫丫烧了定国公府的密室，还砸了定国公府的祠堂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它只是一只鸡而已啊！一只鸡能凭一鸡之力干出这么多事儿来？定国公府养的那些小厮暗卫是吃干饭的？还有那只鸡是有多大的本事？密室闷烧，居然案发现场一点烟雾都没有，拜托，有点科学依据好吗？再好的抽油烟机也做不到一点烟雾都没有，行吗？你们在怀疑一只鸡的肺活量吗？在苏青看来，这满篇的字就是一个意思，污蔑。污蔑他家丫丫是吗？苏青心头的火气窜起的时候，定国公气势汹汹地进来了。进门一眼看到苏青，定国公眼底神色冷冷一闪，今天弄不死那只鸡，他就不姓郑。罪臣之罪，禁足期间擅自离府，罪该万死。可九王妃欺人太甚，罪臣实在难受此屈辱，求陛下给臣做主啊！定国公红口白牙，不遵圣意在前，污蔑护国神机在后，求父皇给儿臣做主。错愕地看着苏青。九王妃，事情经过，京兆尹已经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九王妃还觉得是臣在污蔑护国神机？皇上非常好奇地看向苏青，从心底，皇上是承认丫丫犯下的罪的。他御封的神机就是有别的鸡没有的本事，可从情感上讲，他自然不愿意惩治丫丫。白纸黑字，我只知道这白纸上写的黑字，所有证词全部源于定国公府。说看到丫丫去了书房的是你的暗卫，说丫丫去了祠堂的是你的女儿，这所有的案发现场都是你的地盘，你让我如何相信这黑字就是真的呢？定国公倒是没想到，面对赤裸裸的证据，苏青竟然还这么理直气壮的狡辩。难道王妃觉得是京兆尹和臣联手作假？京兆尹顿时心跳一抽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应该说是你联手了家奴家人，玩弄京兆尹在前，御前恶人告状在后吧。京兆尹松下一口气，唯恐这位姑奶奶误会他呀。敢问大人，那些昏迷的暗卫，你是在他们醒来之后第一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吗？不是，第一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定国公的随从。再问大人，随从得知暗卫清醒，是立刻带大人见了暗卫呢，还是立刻带暗卫见了大人？都不是，他先回禀了定国公，然后那些暗卫才被带来的。这就是了。难道那些暗卫齐齐说见到我家护国神机擅闯书房，不是大人让随从提前嘱咐好的？自然不是。你有证据吗？大可以审问当时的随从和暗卫。那都是你的人，你的暗卫，为你去死都可以，别的还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定国公被苏青这逻辑堵得说不出话。宗卷上说郑三小姐是昏迷在祠堂的，那么敢问郑三小姐醒来之后第一个见到的是京兆尹吗？不是，臣是在花厅候着，三小姐醒来后由定国公府的老夫人带来问话的。这不就得了？在问话之前，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串供。无稽之谈，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何须作假？书房现场机关旁有清清楚楚的鸡脚印，祠堂的炉灰上鸡脚印更是明显，难道这些也是造假？面对定国公的怒气，苏青转头朝皇上道：父皇，不知宫中可有养活鸡？皇上一愣：宫中不养活鸡，不过从机场送来的鸡都还活着没死。恳请父皇同意，让福公公去带2只鸡过来，给护国神机洗刷冤屈。京兆尹隐隐约约明白苏青要做什么，倒是福公公和皇上齐齐一怔，让鸡给鸡洗刷冤屈，这听着怎么那么奇怪呢？不过须臾，一个小内侍抱着2只鸡来了，一个是白羽鸡，一个是芦花鸡。苏青指着那2只鸡朝定国公道：国公爷看清楚了，2只完全不同的鸡。定国公不明白苏青搞什么名堂，便就沉着脸一言不发。来，让这2只鸡踩一脚。好，你们可以放鸡回去了。转而朝皇上道：陛下英明，2只不同的鸡落下的脚印区别很大吗？
能一眼就看出哪个脚印是芦花鸡踩的，哪个脚印是白羽鸡踩的吗？但看脚印基本一模一样，真看不出区别。敢问你们二位，谁比陛下更英明？单从鸡脚印上就能判断出哪个脚印属于谁呢？没有区别。没有区别，大人如何判断在定国公府作乱的就是我们护国神机呢？大人之所以判断是护国神机作案，无非是因为护国神机战功彪炳，有作案的能力。可大人，难道一个人一只鸡优秀也有错吗？优秀就该背负不属于他的锅吗？掷地有声的质问直戳灵魂深处。就凭在现场的发现，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和护国神机有直接关系吗？办案除了讲究作案动机、现场证据，还要考究作案能力。京都范围内能有如此本事的鸡，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只了。可大人想过没有，证词都能是造假的，现场为什么不能造假？这鸡爪子印，只要是鸡差不多大小的，鸡爪子印都是差不多一样的。想必定国公府不缺鸡，鸡也不缺脚。王妃的意思是，王妃慎言，臣为什么要去污蔑一只鸡，还不惜烧毁自己的书房密室，捣毁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？臣这么做对臣有何好处？有何好处？大人比我们更清楚。至于大人说的烧毁密室、捣毁祠堂，且不说祠堂，单单密室，一个密闭的空间要如何焚烧才能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烟雾？密室闷烧难道不怕炸了吗？哼，王妃的意思难道是我贼喊捉贼？是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否则定国公给我解释一下，如何焚烧才能没有烟？若是连定国公都想不出办法，难道国公爷认为那只鸡比你更能担当大任？哼，若当真如此，这罪名我替丫丫认了。不过国公爷连一只鸡的智慧都不如，想来枉担虚名。还不如一只鸡的话，国公爷不如主动让贤。王妃莫不是要让那只鸡来做定国公？怎么，大理寺丫丫一战成名，既担得起陛下御封的一品护国神机，这一品哪里不如你？你国公爷有本事污蔑丫丫，就该有本事自圆其说。莫非国公爷还想让刑部抓了丫丫审讯，问问他是如何密室闷烧不留烟雾的？还是说国公爷想要让陛下写一道圣旨，赐罪于一只鸡？不知国公爷此举到底是何目的？莫非是觉得云霞公主醉酒揍了你，你怀恨在心，就要如此毁了陛下的名誉？哪个皇上下旨赐死治罪过一只鸡？又不是鸡妖。你对云霞怀恨在心，还是对朕怀恨在心呢？我何须污蔑一只鸡？何须？我们抛开这个不提，国公爷不如给陛下解释解释，宋熙第一次登门那日，国公爷为何要请一只鸡去你书房坐坐的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朕很有兴趣。启禀陛下，有关定国公邀请护国神机到书房小叙一事，定国公府的护卫有所交代，只是朕此赏在金兆尹衙门，可需要去取。去取来。御书房里，所有人的目光灼灼看向定国公，等他解释。今儿进宫不是他来告那只鸡的吗？他是原告啊，怎么现在他成被告了？臣之所以请了神机去书房，是觉得神机太过神奇，想要一看究竟，看看它到底与寻常鸡有什么区别。看清楚了，神机太过彪悍，臣接近不得。纵然是臣府中4个武功不错的护卫一起上手，也碰不到神机分毫。哼，这么说，在国公爷的书房上演了一幕4个武功高强的暗卫齐抓一只鸡的场面。定国公还是点头。那缘何你的书房又着火了呢？我有理由怀疑你是抓不到丫丫，于是打算烧了它。没有。那为什么大白天你的书房着火？下官年纪已大，视力下降，白天看书亦需要燃灯。护卫们在抓神机的时候不慎碰到了书房的烛火，所以才导致书房走水。苏青就点了点头，一双眼睛漫着笑。王妃不信？信呀，为什么不信？我这个人善良，别人说什么我都信。众人，只是我记得福星说当时国公爷带着丫丫去茅厕，
怎么你带丫丫去茅厕，你的书房同时还要点灯呢？按照国公爷的说法，你带丫丫去书房是想要近距离的研究研究丫丫，可从府上老夫人的院子门前到茅房的距离，听说你一路抱着丫丫，难道这个距离不够近，不够你研究？就算不够，去了茅房，难道这个距离还不够近？我就好奇了，去茅房的时候丫丫都让你一路抱着，为何去了书房，丫丫反倒是剧烈的反抗起来，以至于你都动了府中的暗卫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国公爷能解释一下吗？还有，从茅房去书房，为何你不在书房那么久？你的书房烛火都还燃着，府上这么有钱吗？我记得咱俩薪水差不多呀。一连串问题问完，当初你在府上欲图火烧丫丫，这个仇我还没找你算，你倒要进宫告御状。来呀，旧账新账一起算。书房燃着灯，该是府上小厮一时疏忽忘了灭了。至于丫丫上茅厕还让我抱，去了书房就不肯，实在是因为府上一个下人对丫丫太过膜拜。眼见下官带了丫丫去书房，他激动之下冲上前吓到了丫丫。既是吓到了丫丫，那为何你要继续派人抓他，继续吓他呢？也不是抓，就是那只鸡被吓得满院子飞，下官怕他出点什么事儿，想要拦下他，结果府上护卫也对那只鸡很感兴趣，他们一时间失了分寸，再加上书房失火，丫丫受到的惊吓就更大了。所以国公爷觉得今日丫丫袭击贵府是为了报仇是吗？定国公是，为什么觉得那么怪？不是，他进宫就是来告状的呀。等等，不对，他被苏青带了节奏啊。陛下英明，那日请神机去书房一坐，惊扰神机的确是臣的不是，只是今日神机袭击府上书房和祠堂，千真万确，臣并无半分虚言。臣不敢拿府上列祖列宗的牌位儿戏，更不敢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。若非被袭击的太过惨，臣也不敢禁足期间违背圣意进宫告状啊！诚如九王妃所言，这案子漏洞百出，不说旁的，单单那鸡脚印就有可能作假。臣若是作假，想要污蔑神机，何必要做出这么些漏洞来？就算今日在臣府上撒野的不是神机，臣求陛下恩准，刑部彻查此案，揪出真正的凶手，给臣一个公道，也算是还神机一个清白。小内侍带着从京兆尹府衙拿来的供词，这就是你府上暗卫的供词？供词上暗卫清清楚楚写着，灯火是鸡自己点燃的。定国公，究竟是你在撒谎，还是暗卫在撒谎？臣句句真言，陛下信臣，臣绝无欺骗陛下、污蔑神机的动机啊！去将那4个暗卫给朕带进宫审，现在就审。府公公应命。等等，你带着人直接去京兆尹的府衙审问。是。状告那只鸡不成，反倒把自己折了进去。跪在那儿，定国公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就折到一只鸡手里了，而且还折得这么莫名其妙，这简直是人生污点啊！内厢皇后寝宫，云霞酒醒了，揉着发沉的头，云霞撑着身子坐起来。母后，儿臣怎么在您屋里睡着了？您屋里烧的什么香啊？熏得儿臣头疼。皇后正坐在外面的美人榻子上看画本子。你还有脸说呢？堂堂公主醉得一塌糊涂，成何体统？母后的脸呐，都被你丢光了。云霞一脸懵地看着皇后。儿臣醉了？不可能，儿臣的酒量，父皇练出来的，千杯不醉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知不知道自己醉了做了什么蠢事啊？云霞眼皮一跳，瞧着皇后发黑的面色。儿臣当众脱衣服了。混说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我真以为我当众脱衣服了。除了这个，还能有什么让您生气成这样的？总不能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把定国公给揍了吧？眼皮重重一抖。不会吧？我真的把定国公给揍了？我这么厉害吗？抬手朝云霞脑袋上又是一巴掌。哎呦，母后，再打就把儿臣打傻了。傻了也比现在强。母后知道你不喜定国公一家，更不接受这门婚事。可定国公府掌管整个大夏朝的兵马，
你是皇室公主。我享受了皇室给我的荣耀，就要贡献给皇室相应的回报。儿臣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哼，那你也没往心里去啊。就算要献出回报，儿臣也不能拿自己一辈子幸福做赌呀。你就先成亲，成亲之后其他的再说。人生这么长呢，谁知道谁没个意外呀？等世子没了，你再改嫁，或者是搬到公主府，不就是了？母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能有什么意思？你在御书房当着你父皇的面把定国公暴打了一顿，你父皇气得不行。若是定国公因为此事记恨上，在战马仪式上与你父皇为难，他真的把定国公给揍了，而且还是在御书房。母后，儿臣错了，儿臣这就去给定国公赔个不是。母后不是逼着你非要嫁给定国公府不可，若是有法子不嫁过去，自然是最好的。可凡事有个度，你不能为了不嫁人就把人揍一顿，揍的还是定国公。母后，儿臣真的知道错了，您不必多言，儿臣这就去给定国公赔个不是去。来不及留下云霞。方才御书房那边的小公公过来传了个信儿，奴婢才收着，正打算进来告诉您，不成想公主醒了。什么消息？定国公进宫了。进宫了？陛下不是罚他禁足3日？小公公说定国公进宫是来状告福星养的那只鸡。啊，好像是福星养的鸡在定国公府里弄坏了什么东西，定国公一气之下进宫告状。就在方才，九王妃也被从偏殿请了过去，此时正在御书房呢。星儿爷，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定国公和苏青杠上了，最终结果只有一个，绝地反击，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当初何青兰脸上带着一个巴掌印进宫，苏青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再给他一个巴掌以示清白。这种绝杀技能掌握的人可不多。这么说，只要本宫能拖住云霞的婚事，到最后她必定不用嫁给定国公世子。给朕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指使你的暗卫杀朕的护国神姬？你是要杀他，还是要杀朕的江山国运？错的抬头看向皇上，皇上眼底泛着阴厉的光。苏青，今年弘光大师亲自开光的法器，我大夏朝100年难遇的祥瑞，就连他养的鸡也得到了佛光普照，庇佑大夏朝。要不然别人家的鸡只会下蛋，为何他的鸡就能战斗？苏青眼角一抽，他从来不知道原来皇上对丫丫的评价这么高。福星要是知道了，非得高兴的睡不着。陛下恕罪，臣有错，臣一时蒙了心智，才会生出那种念想。臣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并且万分懊悔。这么说，那天真的是你放火要烧死丫丫？丫丫她只是一只鸡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，连一只鸡都不放过？针对我你冲我来啊，杀一只鸡算什么？王妃息怒，臣领罪。说，为什么要对护国神姬下杀手？臣实在是唯恐哪日得罪了王妃或者福星，他们要臣当众给一只鸡行礼，臣心里接受不了啊。尽管他对大夏朝社稷有功，可臣做不到给一只鸡行礼啊。哼，这莫须有的罪名丫丫不背。千真万确。那日福星抱着护国神鸡来府上，言语间福星说，在场的除了武殿下和公主外，丫丫品阶最高。当时臣听着这话，只觉得心里害怕，唯恐福星利用关节逼着臣给丫丫行礼，所以臣一糊涂臣真的知错了，臣甘愿受罚。定国公在地上磕了个头，京兆尹立在他身后，目光复杂。没记错的话，定国公气势汹汹进宫，是要弄死那只鸡的。甘愿受罚，好啊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如何甘愿受罚？丫丫的官阶是1品，位同1品将军，也就是与英国公的地位差不多。你就想想，如果你命府中暗卫在你书房把英国公抓起来火烧，该是个什么罪名？什么罪？按照大夏朝律法第342条59例，死罪。定国公输的头皮一紧，死罪。
他怎么会火烧英国宫呢？他烧的是一只鸡呀，这能类比吗？不能。可他能反问吗？不能。国公爷，按照我朝律法，您是死罪，您甘愿受罚，那就动手吧。说着，将身上的佩剑摘下，丢在定国公脚边。一个苏青，一个苏青他爹。整个大夏朝只有他们两个，进宫可以佩剑，进御书房也不必摘。陛下，臣自知罪该万死，但求陛下看在臣多年勤勉又忠心耿耿的份上，给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恶毒揣测就要烧死神姬，这实在是罪大恶极，让朕如何饶了你？臣知罪，臣一时蒙了心智，险些酿成大祸，幸亏丫丫有佛光庇佑，没有出事儿。求陛下饶臣一命，臣必定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。马上就要尖子兵大赛了，臣和塔塔尔那边的战马商议还未彻底落实，臣威胁朕？臣不敢，臣不敢呐！弑君之路，为君分忧，臣只对陛下忠心。臣就是想说，莫要因为臣一个人耽误了大夏朝的尖子兵大赛，让他国笑话。臣陛下，云霞公主求见。云霞怎么又来了？一身酒气，步伐打飘，醉眼朦胧。定国公呢？定国公在哪儿？本公主听说他把福星的丫丫给烤了吃了。抬手笔直的指出去，落到京兆尹面前。京兆尹顿时心头一紧，该不会把他认成定国公，然后暴揍一顿吧？你不是，你脸上没伤，定国公被我揍得鼻青脸肿的。说完，云霞迈着醉步，晃晃悠悠挪向定国公，就连皇上一时也没缓过神来。可云霞能揍啊！哎呀，好孩子！云霞晃晃悠悠地走到定国公身边，定国公额头抵地，始终没有抬起头来，不知道是怕被云霞认出来，还是当真在忏悔认罪。云霞一走过去，抬脚朝着定国公的屁股啪的一脚踢出去。这里怎么有这么大一块石头？你们怎么当差的？不怕绊倒我父皇吗？定国公被云霞踢了个狗吃屎，栽倒过去。云霞看着定国公的脸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咧嘴笑道：呀，定国公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不对啊，我把你揍得这么严重吗？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你胳膊都断了呀！皇上这才注意到，定国公身上的伤的确比最开始离宫的时候重好多倍。就在皇上怒火蹿起的一瞬，云霞噌地扑向了定国公。你说，为什么你的伤变重了？你是不是想要诬陷我？说，你为什么把丫丫烤着吃了？它只是一只鸡啊！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你的良心呢？良心去哪儿了？谁支持你的？啊！看似醉言醉语，云霞一阵拳打脚踢，朝定国公招呼过去。苏青，这宫里的解酒汤这么不管事儿吗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？云霞这酒怎么还没醒？就在众人的瞩目下，定国公再次被云霞揍了一顿，一天挨3顿揍。此时定国公没扛住云霞多少拳脚，白眼一翻，人就栽了过去。成何体统！堂堂公主，你看看你呀，像什么样子啊？给朕滚回去！回去之后闭门思过。至于定国公，鼻青脸肿瘫倒在地，气若游丝。京兆尹震惊在那儿，脑子回不过神来。至于苏青，凉悠悠的目光盯着定国公，怎么就晕倒了？唉，他只能等定国公醒了再讨要补偿了。定国公火烧护国神迹未遂，行为恶劣，本该死罪，但念在其往日功劳份上，死罪免去，罚俸3年，禁足思过10日，赔偿护国神迹精神损失费1万两。火烧护国神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府上3小姐偷镯子那日，国公爷趁着护国神机如厕的功夫，命令书房暗卫火烧神机。神机有佛祖保佑，国公爷最终未遂。老夫人，
好好的，他儿子烧那只鸡做什么？那他这一身的伤，这个奴才就不知了。当时国公爷是在御书房，奴才在外面。多谢公公了。母亲为何拦着媳妇？她收了银子，却连这点消息都不告诉。御书房的内事，各个府里供着都来不及，你要如何啊？抓起来审问吗？我什么我？还不快去看看人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国公爷并无大碍，晕倒啊，主要是因为胳膊上的疼太过猛烈了。下官开了消炎止痛的药膏，并理气养神的汤药，1日3次，饭后服用，这静养些时日就无碍了。那他那胳膊，下官已经帮国公爷接好了，静养即可。有劳您了啊，应该的。我们老爷这伤又是如何来的？夫人恕罪呀，下官也不知道。当时啊，下官并不在御书房。今日的事儿，大人方便透露一下，御书房里都谁在呀？老夫人与其问下官，不如问京兆尹。多谢了，你守好他，我去见见京兆尹。媳妇陪您一起去。去做什么？把人骂一顿吗？母亲，媳妇也是担心国公爷。担心他就伺候好他。今儿的事儿，有劳大人和老身透个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夫人将银票收回去吧，下官从不受贿。至于您问的情况，下官能说的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不能说的，老夫人恕罪。大人铁面无私，老身佩服。识君之路而已。陛下很是生气。很生气啊，毕竟啊，那不是一只普通的鸡，是陛下御封的护国神鸡啊。按照品阶，他的地位和殷国公差不多。这就好比啊，丁国公在自己的书房命人火烧殷国公一样。陛下给丁国公的惩罚应该算是轻的了。老夫人若是愿意听下官一言，大人请讲。好，老夫人若是愿意听下官一言，陛下既是给了定国公府面子，老夫人何该进宫谢恩才对啊？进宫谢恩？凝起的目光盯着京兆尹。陛下很在乎云霞公主。定国公身上的伤，又是云霞公主。公主的酒尚未醒啊。今日多谢大人了。客气了，府上的案子下官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若府上继续要查，那就请暂时保留原样，等定国公醒来再查。若是不查，府上便自行做主安排吧。宫里，皇后寝宫，云霞低头跪在地上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你不是去御书房赔罪去了吗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是赔罪？御书房门前灌了自己半坛子女儿红，然后冲进去佯装醉酒，再把定国公揍上一顿，这就赔罪。母后，儿臣知错，可儿臣忍不住啊。忍不住？什么叫做忍不住啊？巨大的咆哮声冲破门窗，直接钻进立在门口的皇上耳中。靠！好大的声音，震死震了！继续听，怎么皇上越老毛病越多？以前只爱照照镜子，现在怎么还爱上听墙角了？屋内，母后，您知道儿臣在门口听到什么吗？儿臣听到定国公他居然用塔塔尔草原的战马，当着九王妃和京兆尹的面，公然威胁父皇。母后，那可是父皇啊，他是天底下最英武不凡的人，定国公算什么？他凭什么威胁父皇？而且还是定国公犯错在先。母后知道定国公做了什么吗？他打算烧死丫丫，连一只鸡都容不下。可见他这个人冷血无情，残酷暴力，这种人却堂而皇之的威胁父皇。母后，儿臣咽不下这口气啊！莫说儿臣揍了他2次，他若是敢威胁父皇，儿臣见他一次揍他一次。父皇宠爱儿臣，儿臣无以为报，只能为父皇做他想做却不敢做的事。你是为你父皇报仇？对啊，没错。狡辩！明明你不满婚事，私下泄愤，给你父皇惹下天大麻烦，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一点悔过的意思都没有。你父皇何时想要揍定国公了？儿臣看
父皇时时刻刻都想揍他。胡说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连你父皇也要编排吗？给本宫拿戒尺来。然而门口的皇上却不这么想，在他眼里，这个皇后家国天下第一，他第二，可怜的云霞只能排第三。拿戒尺做什么？云霞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拿戒尺啊？陛下息怒，云霞无状，臣妾正训斥他，还不赶紧的给你父皇认错，并保证以后再不喝酒。儿臣就知道父皇不会罚儿臣的。母后，父皇刚刚说了云霞犯的什么错，这意思就是儿臣没有错。皇上刚刚好像的确是这么说的。你母后训你，自有训你的理由。这一天到晚的醉醺醺的，长好激动，回去抄女戒3遍，抄完后朕再找你算账。哎呦，好疼啊！你们这么打我，会把我打傻的。什么你啊我的，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朝着云霞逃离的背影，皇后没好气道。皇上则望着自己的小棉袄，满眼的幸福。哎呀，你别老凶她，这公主嘛，就要养得娇些，这样以后才不会吃亏啊。她也是太没规矩了。云霞奏定国公，朕很满意。朕和苏青都商量好了，借宋熙从定国公府讨来那个在草原的庄子，派人过去摸摸塔塔尔那边的情况。塔塔尔那边一贯是警惕中原人过去的。今天这么一闹，朕既能试探一番定国公府的态度，又能够让定国公放松警惕。定国公若能觉得朕是忌惮他才不敢动他，塔塔尔那边的警惕也要稍微松懈一些，这样苏青派去的人才更好上手。是您早就安排好的？朕哪能够想到这云霞要喝醉酒，喝醉酒之后还要揍了人呢？是和青儿商议的，闹出这样的事，正好将计就计了。定国公府那边不出意外，最晚明日，他们该是要有人进宫见你，再提云霞的婚事。你呀，就想法子拖住他们便是，只一点示弱些。臣妾晓得。两人正说话，外面宫女回禀：陛下娘娘，定国公府老夫人和夫人求见。说曹操到啊，朕还真的低估了定国公府要求取云霞的决心呢。交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臣妾知道怎么做。皇上从后门离开，皇后招了定国公府老夫人。而此时京都杨树胡同一处民宅里，老夫人吩咐，听不见吗？抬起头来。芸娘给老夫人请安。你多大了？婢妾今年双10。20岁。你抬起头来，抬起眼睛来，看着我。婢妾不敢。让你抬头你就抬头。你是哪里人？婢妾湘南人士。你母亲在哪里？回禀老夫人，婢妾母亲早在生婢妾那年不慎落水而亡。死了。老夫人紧紧悬起的心蓦地一松。你家里可还有什么人？家中父母皆亡，芸娘没有兄弟姐妹，孑然一身。你何时入京的？为何入京？芸娘是3年前跟随大人一起入京的，当时大人在湘南办差。平阳侯府规矩森严，绝不会为任何人破了府中规矩，毁了府邸门楣。这是落胎药，你喝了吧。求你留下这个孩子吧，我不进平阳侯府大门，我今夜就带着孩子离开京都。您留下孩子吧，我不会让他以后来找二爷的。给他喝了。李妈妈领命，一步上前，一把抓了芸娘的头发，用力一扯，芸娘吃痛，整个人面朝天，五官痛苦。你们放了我吧，我真的不去找二爷，求求你们把孩子留给我。李妈妈哪里管她说什么，扯着她头发的手一松，一把捏起她的下颚，巨大的力气逼得芸娘不得不嘴巴微张。李妈妈手里的汤药便朝她嘴里灌去，芸娘疯狂的挣扎，原本紧闭的大门被一脚踹开。苏二老爷冷着脸，一身怒气立在门口。二爷救我！你媳妇才退了高烧，你不去守着你的媳妇，跑到这里做什么？成何体统？一头冲进来，抬脚朝李妈妈的肩头踢过去，如一头发疯的豹子。狗东西，滚开！顿时身子一歪，倒在一侧，疼得呲牙咧嘴。
苏韵一把将芸娘抱起，转身朝外就走。逆子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今儿若敢走出这房门一步，你就休想再回平阳侯府。母亲要处死的是我的孩子，你问过我的感受没有？你的孩子，苏阳才是你正儿八经的孩子，这个孽障算什么东西？赵辉生的才是你的孩子。平阳侯府若当真有不能纳妾的规矩，儿子倒要问问母亲，当年大嫂进门，你一口气给大哥抬了12房妾室，这算什么？王氏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没有根的孤女，拿什么和赵辉比？哼，这就是了。想当初大嫂无依无靠一个孤女，纵然带了丰厚的嫁妆嫁进来，你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撵走她，不仅撵走了她，还要留下她的嫁妆，而且还想用那12个妾害死她。如今的朝晖还不如大嫂当初呢，娘又怎么不下手呢？面对苏苑冰冷的质问，老夫人气得胸口生疼。老夫人恼恨苏韵贬低朝晖，更恼恨她提起当年那12个妾室。她花了大价钱精心调教了12个人给苏澈做妾，为的就是挤兑王氏，让她自己个儿想不开，自己个儿自尽去。如此她便能得到王氏余下的嫁妆，丰厚的一笔，足够平阳侯府2代开销。她要把王氏的嫁妆全部给朝晖。朝晖是什么？岂是王氏能及封好？你也拿来相提并论。王氏给朝晖提鞋都不配。朝晖是什么？朝晖就是一条丧家犬，人人喊打的丧家犬。郑国公当年手段阴毒，害死威远老将军，全大夏朝的人都恨死了郑国公一家，当然包括郑国公的女儿朝晖。大嫂呢？大嫂是三合堂的堂主，人人敬仰，人人畏惧。母亲告诉我，大嫂给朝晖提鞋都不配。儿子倒想问问，朝晖莫非是母亲的亲生女儿？你这般护着？二爷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老夫人呼吸骤然急促起来，心头那个巨大的秘密令她忍不住手指冰凉，不住的颤抖。否则将来苏澈的事再闹出，她在平阳侯府还有什么地位？放肆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孽障！我不管。总而言之，今儿若是芸娘不进门，我就休了朝晖。你敢？你敢休了朝晖试试？你若敢做出休妻之事，我便将你从平阳侯府的族谱除去。你将我从族谱除去？朝晖是我的妻子，她一样不再属于平阳侯府，她得跟着我搬出去，到时候我一样休了她。你要气死我才甘心。儿子今天把话就说清楚了，芸娘我是一定要接回去的。荣恒吐了整整一天，天色渐晚的时候才昏昏沉沉睡去。苏青坐在花架下听浮云讲平阳侯府的事。德月门前将新月，不论月圆论月缺，这么不押韵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而且他二叔做出那么多丧尽天良铁石心肠之事，朝晖怎么就又回来了？这是得有多犯贱？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二叔到底凭什么又重新对朝晖看重起来？没了郑国公府，朝晖又重新获得了什么？还有那个云姨娘居然能够成功威胁老夫人，不一般。托着腮，你见了那个云娘没有？没有，要不明天奴婢再回去一趟。算了，自己家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呢，哪有心思管别人家的？让他们自个儿折腾去吧。苏青这话音儿才落，就见福星扛着个人大步流星奔过来，走近了，砰的一下
那小丫鬟就被福星一个过肩摔，直接扔地上。结果人躺在地上，眉心都不蹙一下，死了啊！不是，只是晕倒了。晕得这么结实，后脑勺在地上撞这么大声音都摔不醒，这是晕倒了还是晕死了？主子，那个是奴婢打算送给皇后娘娘的药，就这么用了。奴婢做了整整1个下午呢。我真是谢天谢地，你就这么用了，要不然皇后要是真收到你一锅的药粉，谁送药一锅一锅的送？人家提起平阳侯府，说的可都是主子和侯爷，二房一个赶车的都这么嚣张，这得亏遇到的是小的，若是撞到别人，闹出个3长2短来，到时候人家戳的还是侯爷的脊梁骨，他们造的孽，连累侯爷被人骂。这倒是真的。瞥了一眼地上的小丫鬟，扛回来干嘛？当时这个丫鬟是坐在马车里的，小的记得，一来二房没有这么厉害的丫鬟，二来二夫人和二老爷何曾让一个丫鬟与他们同撵过，太奇怪了。福星蹲下身去拍那丫鬟的脸，主子不是常说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今儿这事儿就不正常，小的带他回来审审他。人纹丝不动，该不会是真的死了吧？你刚才扔他那一下挺用力的。没死，活着呢。福星就继续用力的掐，一面掐一面嘀咕，怎么还不醒？这也昏迷的太深度了吧？别掐了，再掐嘴掉了。主子，该不会真的掉了吧？一戳没掉，吓死小的了。小的以为真的掉了，这家伙见过断手断脚的，还没见过断嘴的呢。你这迷药不是有解药吗？给他吃解药啊！哎呦，瞧小的这记性。药丸入喉，福星就蹲在他一侧，目不转睛的等他醒来。等啊等啊，福星的腿都麻了，人家还是纹丝未动。主子，是不是我灌给他的药粉有点多了？你给他灌了多少？1锅呀，我做的那1锅全朝他撒了。这是有点多吗？要不你再多喂点解药。主子，可以吗？你今儿重新做这药粉，还是上次的配方吗？不是，小重新改良了的。那这解药也是重新改良的？不是。你这药粉还有吗？有的话拿来给我瞧瞧。都撒外边了，小的当时怕祸害别人，用水冲了，现在还不知道那儿有没有了。主子等我。哎，等等，你熬药的锅我还没刷呢，锅上铲子上沾着油。哎，主子，你怀着身子呢。我又不吃，没事儿。王妃，给我水，白开水。这药粉和人你都送宋熙那儿去吧，让他研究研究，我会的他都会。等人醒了，让宋熙通知你就是。主子您没事吧？要不请御医来诊个脉，看看孩子有危险没？能有什么危险？快去吧。福星还是将他装到了麻袋里，就跟给宋熙送了一袋子土豆子似的。宋熙正在招待五皇子，宋熙哪有功夫搭理福星，胡乱应了一声，就把福星推出门去了。刚刚来的那个小哥是你的朋友？是个卖货的货郎，我托他给我带一袋土豆，这不刚刚送来。殿下，我们去里面说话，外面乱糟糟的，连个坐着的地方都没有。今儿的事儿真是对不住了，在宫里。宋姑娘哪里的话，宋姑娘是云霞的好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之间不谈这些。五殿下快坐。没有椅子坐呀，往哪儿坐？席地而坐。没想到宋姑娘是这么有情趣的一个人，就地坐下。不同的是，五皇子直接坐到了地上，宋熙坐到了五皇子一侧的沙发上。一眼看到五皇子直接一屁股墩儿坐地上，宋熙一双眼瞪得像铜铃。殿下，后知后觉，他才发现自己刚刚好像会错意了。宋熙不是让他坐地上，因为宋熙没有坐地上，而是坐到他身侧一个看上去长得怪怪的东西上，像椅子，但又绝对不是椅子，材质有点像布。方才宋熙出去开门，他稍稍摸了一下，还软软的，很奇怪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宋姑娘家的椅子很奇特啊。这个不是椅子，是沙发。五皇子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沙发下陷，再坐还陷。五皇子心头有点慌了。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本王坐着他一点不老实啊？难道本王会把他坐塌？似乎一点事都没有。这沙发坐起来倒是和椅子不同，沙发比椅子舒服，可以躺可以坐，随便什么都好，软软的，我最喜欢在这里吃薯片了。沙发到底是个什么鬼？五皇子还没有搞明白，薯片又是什么？难道是把老鼠给片成片吃？我的个天，绝不可能！宋姑娘长得如此甜美可人，怎么会吃一片一片的老鼠？薯片不是老鼠，那是什么？宋姑娘和苏青的感情很好，算不上感情多好吧，她和云霞公主很要好，
又替我出过头，算是我的恩人。今儿宋姑娘在宫中行酒，苏青一直等到姑娘休醒，亲自送了姑娘回来才离开。我还以为你们感情很好。殿下怎么知道我是被九王妃送过来的？难不成殿下跟踪我啦？他能说为了寻找机会他跟了一路吗？他以为苏青最多把宋熙送到路口就算了，谁能想到苏青不仅把人给送回来了，还进来坐了坐。姑娘误会了，在下怎么会跟踪姑娘？千真万确啊！在下无意间从这里经过，才发现姑娘竟然也在这里住。我还以为殿下是记恨我醉酒时的鲁莽，要来找我算账呢。姑娘方才说薯片，不知在下是否有这个口福，能坐在沙发上吃一次？让你打听苏青，给你吃个过期的。果然不是老薯片，哪有老鼠是黄瓜味的？真好吃，吃2片，又吃2片，哼哼哼，等你吃完拉肚子。你尝尝这个味道的，咱俩换着吃。是肉？不是，是用土豆做的，里面加了些佐料，让它有各种味道而已。这个就加了黄瓜味的佐料，你吃那个就加了烤肉味的佐料。真是好味道，宫里竟然没有这样的美食啊！不知宋姑娘这里可还有没有开口的袋子？若有，我买些。何须买，你是我朋友，想吃来拿就是。过些日子便是中秋了，每年中秋皇室子弟都要给父皇献礼。唉，往年的节礼因着镇国公府财厚，四皇兄的节礼也最为贵重，而大皇兄心思巧，他的节礼也最为别致。唯有我和老九。宋熙见他面上略带伤感，我的礼物饶是每年挖空心思，也比不上四皇兄和大皇兄。至于老九，往年老九是个病秧子，命都顾不过来，还礼物呢。每年他就象征性的从府里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就送过去了。说到荣恒从前的病，五皇子只觉得心头狠狠抽一下。以前他万分信任大皇兄，听了大皇子的话，命人暗中给荣恒下毒，却午夜梦醒，把自己给吓得睡不着。再怎么想要那皇位，这般毒害自己的兄弟，他还是有些做不到。所以荣恒的毒，他就瞒着大皇子私下悄悄地停了。老四却没有停。殿下是想起伤心事了？没什么，姑娘这薯片有没有开封的吗？有的话我买几袋子，等中秋当做节礼送给父皇。你要把这个当做节礼送给皇上？宋姑娘给我吃的这个，不瞒姑娘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，物以稀为贵。兴许在姑娘眼里这只是个零嘴儿，可在我这里啊，它便是难得的宝贝，宫里的御膳房都未必做得出来。若是姑娘不方便就算了，节礼而已，我再寻其他的。就送你1包薯片，不过我这里也不多，只能给你1包，烧烤味儿和黄瓜味儿，你选一个。怎么能白要姑娘的？多少银子？姑娘说就好。今在宫里，我唐突殿下，算是我给殿下的赔罪。1包薯片换殿下这个朋友，值了。姑娘是豪爽之人，我也不再提银子。这玉佩是我随身物件，送给姑娘。姑娘若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拿着这个玉佩就能进府找我。殿下稍后，我这里有点好喝的东西，端给你尝尝。宋姑娘，我喜欢你。宋姑娘，我从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。做梦了？宋姑娘？谁？我吗？我知道我的身世不好，不得父皇喜欢，我又去得早，你跟着我必定是要受苦，可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这个宋姑娘应该不是我吧？你总说今儿你醉酒唐突了我，可你知道我抱着你去皇后娘娘寝宫的路上有多开心吗？靠，就是我！我的天，传说中被小说用烂的烂梗，昏迷表白吗？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，就这么被突然表白，好紧张！我这要是答应了，以后和苏庆岂不就成了政敌？我靠！安详的五皇子眉心微蹙，语节颤抖，醒了。我在哪儿？我在干什么？一咕噜翻身起来，入目看见宋熙红着脸坐在他对面。他在人家姑娘家里不客气的睡着了。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，再见。那个我赔偿。这一厢，宋熙捣鼓着这个昏迷的小丫鬟。内厢，荣恒还未睡醒。苏庆在花架下吃了晚饭。今儿在定国公府找到什么没有？什么也没找到，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现，
丫丫到现在都垂头丧气，打不起精神呢。主子，小的给他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鸡腿，他都不吃。一只鸡垂头丧气，别是感冒什么的。结果不及苏青手碰到丫丫的鸡毛，丫丫忽然从福星的怀里剧烈挣扎，然后扇着翅膀奔了出去，那样子比逃离北上广还猛，这叫没精打采。主子就是厉害，您一瞧丫丫就有精神了。定国公府的祠堂是你们砸的吗？丫丫奔出去，直直落向福星给他准备的鸡腿旁，啊呜啊呜，用他的鸡嘴吃起来，满目茫然地看着苏青。啊，啥？主子，你们今天去定国公府去他家祠堂了吗？主子，小的没进去，是丫丫自己进去的，小的一直在后门那儿等丫丫。也就是说，你一直不知道定国公府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听您这语气，好像没发生什么好事啊。定国公府的祠堂被人砸了，祠堂供奉的牌位全都砸得稀烂，在祠堂地面上发现了迷药药粉，那种药粉正是你配的那种。真的？一定是丫丫做的。进府之前，小的就在他身上撒了好多药粉。苏青颤抖着眼角看了那只鸡一眼。定国公府的书房密室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，在书房的机关旁找到了鸡脚印，肯定是丫丫做的。但是密室没有任何烟雾，墙壁也没有被火烧的痕迹，只有一屋子的灰。没有烟？没有，一点没有。福星噌地起身，几步走到丫丫跟前，蹲身捋鸡毛。哎，真是难为你了，烧了就烧了，有点烟怎么了？我还能罩不住你？出了什么事有我呢。你怎么那么傻，把烟都吸了？你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呀，万一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傻鸡。难怪你一下午的没精打采，谁吸那么多烟能有精神？以后别做这种傻事了。吸烟有害健康，这话没错，但是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？合着福星觉得密室里的烟都被丫丫给吸了？大功率老板牌抽烟机也没你肺活量好了，你只是一只鸡，珍爱生命，保护胎儿。唉，他还是远离现场吧，别被福星吓得动了胎气。苏青正起身，长青扶着一脸虚弱的荣恒出来了，吐了一白天，到了日暮时分才消停下来。总不多睡会儿？想陪你坐会儿，总不能一直睡着。原先是没有机会同房，现在连一起说话的机会也快没了。你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所有的不舒服你都替我受了。拉着苏青的手，我就在想，幸亏是我替你吐了，若是你自己孕吐，就这么强烈的反应，会不会把孩子直接吐出来？孩子是怀在子宫里，不是怀在胃里，为什么会把孩子吐出来呀？还以为他们在这里演聊斋呢。一只鸡能耐的要上天，一个孕妇吐了一下吐出一个孩子。饿吗？吃得下东西吗？吃点吧，吃吃看，应该吃得下。母亲不是说了吗？我只白天吐，晚上没事，吃饱了或许就有精力了。孩子的胎教总不能落下，等会儿我若有精神，就把你昨天说的那个课程表做出来。阿弥陀佛，上天保佑，你还是继续吐吧。荣恒3碗鸽子汤下肚，气色就缓了过来。我还以为我真的是被孕吐折腾的又虚弱起来呢，原来是饿了。这不是你祖父当年娶你祖母的时候说下的定情话吗？啊，定情话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也正常，我也是听我师父说的。我又不是你师父，你师父到底知道多少？你师父当时都怎么说的？给我讲讲。德月门前江心月，德月门是湘北比较出名的门楼，德月门后面就是德月楼，德月楼前面就是德月江。湘北一带的文人墨客喜欢在德月楼上赏月观江。我祖父好像不是湘北人啊，虽然是穿越来的，对自己的祖籍并不太感兴趣，可也听父亲提起过，他家老家是在四川一带。老侯爷不是湘北的，但是老夫人是湘北啊。当年老侯爷行军路过湘北，在湘北驻扎，和老夫人结下良缘。后来老侯爷行军去了别处，老夫人就一直在湘北，直到老侯爷在京都被赐了宅子，封了侯爷，才把老夫人接来。他爷爷可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，飞黄腾达，不忘家中发妻。这种好男人不多见呀，可惜这个发妻人品不咋地。他爷爷原主的记忆里是个挺慈眉善目、和蔼可亲的老头，长得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帅气，怎么就眼瞎看上他祖母了呢？苏青皱了皱眉，这句话很多人知道吗？德月门前江心月，不论月圆论月缺吗？苏青点头，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确定，反正我师父知道，我听他提起的。
你师父为什么要同你提起我祖父的定情话？那个道士真是个神人。荣恒想了一下，好像是喝醉酒了说的。又是喝醉酒，每次那个道士喝醉酒都能语出惊人。你师父出道前是做什么的？出道？就是出家做道士前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师父也没说过。你就不好奇，你师父怎么知道那么多神秘的事儿？连父皇都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，现在居然还知道我祖父的事儿，太奇怪了。我也好奇啊，问过几回，但是每次我问，师父都醉得倒头就睡着了，再醒来他酒醒了，就什么都不肯说了。他有理由怀疑荣恒他师父是装醉，不过这些暂时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就这么一句话，按理说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怎么芸娘就能威胁住老夫人呢？太奇怪了。果然是。怎么，你知道什么内情？前段日子我们刚成亲那会儿，我和长青几次遇到你二叔，提着首饰匣子去了一个小胡同，当时就怀疑他养了外室，没想到竟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来。苏韵唯利是图他知道，没想到苏韵做得这么绝，更没想到苏韵做得这么绝，居然还被昭辉又扳回一局。哎，你说昭辉手里到底掌握了什么，居然能让你二叔回心转意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今儿下午福星抓了他们一个小丫鬟，那小丫鬟的身份有点特殊，就是人还昏迷着呢。宋熙正在想办法救醒她，等醒来问问就知道了。一提宋熙，荣恒的表情有些僵硬，原以为是苏青臆想出来的人，结果人家不仅真真实实存在，而且今儿还在宫里揍了老五。荣恒心里别扭之际，有关我祖父祖母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总觉得那个芸娘拿捏住了老夫人什么不得了的把柄，不然就凭她的歹毒，早要了芸娘的命。没什么特别的，他们两个湘北成亲，1年之后，老侯爷在京都封府接了老夫人进京。说及此，荣恒忽然眼波一跳，想到了什么。当时老夫人被接进京，侯爷已经出生了，不过老夫人家中惨遭大火，一家老小除了她带着你父亲跑了出来，都葬身火海了。当时那场大火在湘北很出名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听说大火是半夜突然烧起来的，一烧就是铺天盖地的火势，根本无法扑灭。府里主人下人全都被烧死了，很是惨。一家子上下都被烧死了，他祖母还抱着1岁多的父亲跑出来了，这听着怎么那么离奇呢？苏青总觉得当年那场大火不那么寻常。另外，老夫人对他爹总是冷鼻子冷脸的，该不会他爹不是老夫人亲生的吧？当年老夫人生的孩子已经葬身大火，然后老夫人为了巩固地位，从别处又偷了或者买了个年岁差不多的孩子，冒充是老侯爷的儿子。他这个猜想有理有据啊。瞎想什么呢？侯爷和老侯爷长得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几时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？你是我孩子的娘，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。你这土味情话说的。课程表做好了吗？差不多好了，等最后这点写完，我就去裱起来。周一到周五4天学习，从《弟子规》到《三字经》，从《千字文》到《论语》。你当真要这样折磨自己的亲生骨肉吗？你不怕他出生之后和你父子反目成仇？还在娘胎里呢，学习压力就这么大，谁受得了？今儿白天我不吐的时候，我就仔细想了你昨天说的话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确正确，不过孩子还小，体美劳他还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先给他发展智。你是用你吐得昏天黑地的脑子想的吗？我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。看着课程表，每7天有4天在学习，你不怕他消化不良动了胎气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长青去执行了，请了大夏朝最会讲故事的先生，把那些知识点全部用故事的形式给孩子讲出来，他一定会感兴趣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补课老师。靠，幼儿园就给孩子补课，已经够丧心病狂的了，你居然连孩子的胎儿时期都不放过。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是每个自以为合格的父母必喊的口号。他理解望子成龙嘛，但是要不要这么早？你这真是赢在起跑线上了，孩子还没出来呢，你就替他跑了啊！行吧，都听你的。
反正我马上就要参加尖子兵大赛了，你也讲不了几天。两人正说着话，殿下，奴才觉得您还是进宫一趟，和陛下解释解释吧。外面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实在不像话。苏青落幕，眼角一抽，一张皇榜，蓦地想起今儿他好像求皇上一件事，民间有关荣恒到底是公主还是皇子，传的是沸反盈天。荣恒是朕的儿子，不是朕的公主。不知道是哪个胆大妄为的，居然在皇榜底下加了2个字，谁信？而且是非常粗壮的2个字，十分惹人视线。荣恒看着皇榜，一张脸铁青。